我们很多同学会出现背部疼痛，甚至背部肌肉会产生结节。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采用筋膜放松的方式去松解我们的背部肌群，以缓解我们背部紧张或者肌肉结节的问题。然而，你不知道的是，我们的紧张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收缩的紧张，一种是向外拉长的紧张。如果我们肩胛骨中间的肌肉是因为紧张而造成的我们肌肉结节或者疼痛，你采用筋膜放松的方式当然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是因为肩胛骨中间的肌肉过分的被拉长，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含胸驼背或者圆肩的一种体态，此时你造成的背部疼痛，通过筋膜放松的方式是无法得到释放的，因为你的肌肉已经在一个拉长的状态。那么要想改善这个肌肉的紧张问题，就应该把它收缩回来，而简单的放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判断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肩内外旋的测试来评判我们到底是因为紧张产生的酸痛，还是因为拉长产生的酸痛。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肩内外旋的评估方法。好，我们屈髋屈膝，仰卧到垫子上，把我们测试侧的手臂横向打开，小臂垂直于地面，大小臂90度。做肩外旋测试的时候，保持我们肱骨的稳定，手肘有一个向远延伸的力量，然后慢慢的将我们的小臂旋向地面的方向，旋到你的最大值，停下来，此时就是你的一个测试值。如果你肱骨头出现移动，那么测试也要终止。那么我们正常肩外旋的角度是可以达到90度的。那么换做肩内旋的测试，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小臂旋向前方，依然是保持我们肱骨的稳定。当你出现肱骨的移动时，测试终止。我们内旋的正常角度在70到90度之间。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角度，那么就说明你肩内旋是受限的。当你评估完之后，如果你的肩外旋是受限的话，就说明你的肩胛骨中缝是过于紧张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拉长肩胛骨后侧的肌肉，达到释放肌肉紧张的作用。那么你就可以练下面这个练习。我们找一面墙，我们改善侧的手在下，然后抓住门框，对侧的手臂跟躯干呈120度的一个夹角，向上用掌根推住墙面，然后我们右侧的腿在前，左侧的腿在后，保持脊柱的延展，吸气不动，呼气，掌根用3成力推墙，带动胸椎向左旋，拉开我们左侧的肩胛骨中缝。在这里我们可以保持10到15个呼吸，做2到3组即可。如果你是肩内旋受限的话，那么就说明你的背部已经处在一个拉长位，那么此时你再去做拉长的练习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动作来改善。我们站到墙面前，把我们改善侧的手臂推墙，手臂跟躯干的夹角大约是120度，让我们同侧的脚在前，对侧的脚在后，然后吸气不动，呼气，让我们的掌根推墙，带动胸椎有一个向外旋，也就是向左旋的力量。此时你会感觉到我们右侧的肩胛骨是一个向回缩的状态，通过我们胸椎的旋转，找到肩胛骨中间收缩的感觉。我们保持3成的力就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做10到15个呼吸，做2组即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也出现了背部紧张，甚至有肌肉结节，那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去训练呢？不妨先进行肩内外旋的评估，当你评估完之后，再对症进行练习就可以了。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练习者，我们下期再见。